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秋高气爽的10月，金秋的阳光洒落在小县城的一隅，照耀着一座朴素的小院。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，树叶已经开始泛黄，在微风中缓缓飘落。院门虚掩着，透过门缝可以看到一间干净整洁的小屋。小屋里住着张雨霏和她的丈夫李明，一对小有积蓄的年轻夫妻。张雨霏今年26岁，长相精致秀丽，性格开朗乐观，在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。她的丈夫李明比她大几岁，为人诚恳踏实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做管理工作。两人感情甚笃，新婚燕尔，正准备添置家具，打算在这座小城市安家落户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张雨霏的婆婆王太太和小姑子李颖突然来访。一进门，王太太便满脸堆着笑，拉着张雨霏的手说：“雨霏呀，你们新婚不久，婆婆我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只想给你们一些嫁妆，聊表心意。”张雨霏连忙回答：“婆婆您太客气了，我和明哥过得很知足，不用麻烦您准备什么。”“怎么能不用呢？”王太太笑着摇头：“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总要有些嫁妆的。听说你们准备在城里买房子，那就让婆婆给你们准备36万块钱作为彩礼吧，够不够啊？”张雨霏愣住了，36万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她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婆婆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2个人加起来每月也就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啊，拿不出就不用还了，这是婆婆我的一片心意。”王太太满怀期待地看着张雨霏，张雨霏心里很是纠结。她知道婆婆的好意，但36万的彩礼实在太高了，他们根本无力承担。可是若是服了婆婆的好意，又怕伤了和气。张雨霏看了看一旁的丈夫李明，他正低头沉思，似乎也陷入了困境。小姑子李颖在一旁神色有些躁动不安。张雨霏深吸了一口气，诚恳地说：“婆婆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36万实在是太高的彩礼了，我们新婚燕尔，根本负担不起，不如就不要彩礼了，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就行。”“哎呀，怎么能不要彩礼呢？那不是辱没了你了？”王太太连连摆手。张雨霏内心很是坚定，她知道婆婆的好意，但她不想欠下那么多钱债务，也不想接受那么高的彩礼。她觉得只要有爱就足够了，不需要讲那么多彩礼的规矩。张雨霏脸上带着诚恳的神色，语气也很坚定。她看了看丈夫李明，后者点了点头，表示支持她的决定。“雨霏呀，你可真是个难缠的儿媳妇。”王太太皱起眉头，语气有些不悦：“你当婆婆我是白操这份心吗？36万可是大手笔了，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。”“就是啊，雨霏姐，你太小气了。”小姑子李颖也插嘴说：“婆婆的心意你就受吧，将来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少说也有36万的积蓄了。”王太太和李颖的话语让张雨霏感到些许委屈，他们难道就看不出自己的诚意吗？她只是不想欠下沉重的债务而已。可是张雨霏也理解婆婆的好意，她知道在传统观念里，彩礼确实很重要。王太太神色有些严厉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李颖则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时不时瞟向张雨霏，似乎在等着她的回答。张雨霏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婆婆，我真的很感谢您的好意，但36万的彩礼实在是太高了，我们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，不如就不要彩礼了，我们就好好生活就行。你这孩子啊，就是太年轻了，根本不懂事。”
王太太叹了口气，张雨霏内心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她觉得婚姻不应该被钱财所束缚，最重要的是相爱。她不想欠下沉重的债务，也不想接受那么高的彩礼，那只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阴霾。张雨霏的神情坚定有力，语气也很平和。她看向丈夫李明，后者点点头，表示完全支持她。两人似乎在用眼神交流，决心共同对抗婆家的压力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嫌弃我们家太穷了，才不愿意要彩礼？王太太的语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。就是啊，你们看不起我们吧？李颖也叫嚷起来。要不是为了哥哥，我才不愿意来给你们这些暴发户陪嫁呢。哼，你们年轻人就是太不知好歹了。王太太打断了张雨霏的话，气呼呼地站起身来。张雨霏感到非常委屈，他们怎么会看不起婆家呢？她只是想摆脱债务的束缚，过上简单自在的生活而已。可是婆家人却总是用传统的观念来衡量一切，执拗地认为他们是小家子气。王太太的脸色阴沉下来，双手紧紧地捏着拳头。李颖也跟着站起身，神情很是不善。张雨霏皱着眉头，似乎在努力解释什么。李明见状，连忙上前拉住妻子，生怕他们吵起来。婆婆，颖姐，你们误会了。张雨霏语气平和地说，我们并不是看不起你们，只是觉得36万的彩礼实在太高了。我们只是一对普通的年轻人，根本无力承担那么高的彩礼，也不想欠下沉重的债务。哼，你们年轻人就是太物质了，只知道计较钱财。王太太冷哼一声，不，并不是这样。张雨霏坚定地说，我只是觉得婚姻不应该被钱财所束缚，最重要的是相爱，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足够了。张雨霏内心十分坚定，她觉得传统的婚姻观念已经过时了，她不想被钱财所牵制，她只想和丈夫相爱相守，过上简单而幸福的生活，不需要任何彩礼和嫁妆。张雨霏的神情坚毅而执着，语气也很有力度。她看向丈夫李明，后者用力点点头，表示完全理解并支持她。两人似乎下定决心，要为自己的婚姻观念而战。姐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李颖也带着几分惊讶和不解。没有彩礼的婚姻，那还算什么婚姻啊？王太太和李颖显然被张雨霏的话震惊了。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，婚姻和彩礼是分不开的。一门正派的婚事，怎么能没有彩礼呢？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张雨霏的想法。王太太睁大了眼睛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李颖也是一脸的惊讶，似乎在质疑张雨霏是不是精神失常了。两人都有些手足无措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婆婆，颖姐，你们听我说。张雨霏语气温和地解释道，我并不是不尊重传统，只是觉得时代在进步，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。婚姻的本质不是彩礼多少，而是两个人是否相爱。只要我和明哥彼此爱着，就足够了。婆婆，雨霏说的有道理。李明开口说，我们年轻人的观念确实和你们有些不同，但我们并不是不尊重传统，只是想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而已。张雨霏感到内心无比的释然，她终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。她只是觉得婚姻不应被金钱所束缚，最重要的是相爱。她希望婆家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想法。张雨霏的神情从容自信，语气也很平和。李明站在她身边，神态坚定，似乎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妻子的观点。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，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浓浓的爱意。张雨霏和婆家人的分歧，
折射出了传统婚姻观和现代婚姻观的碰撞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彩礼是家世地位的象征，因此非常重视。而现代人则更加注重个人自由和感情，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相爱相守。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。你们年轻人的观念，我们老人家确实难以完全理解。王太太长长叹了口气，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温和的神色。不过你们也说的有道理，感情确实比金钱更重要。是啊，婆婆，既然雨飞姐和明哥都这么坚持，我们也不强求了。李颖也缓和了语气，只要你们幸福就好。尽管观念有些代沟，但王太太和李颖还是勉强接受了张雨霏的想法。他们意识到，年轻人的确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婚姻也不应该被旧习所束缚。王太太的神情缓和了下来，虽然眉头还是轻轻锁着，但脸上已没有了先前的愠色。李颖也重新坐了下来，不再是那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屋子里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下来。谢谢婆婆、颖姐的体谅。张雨霏真诚地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出于好意，但我和明哥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彩礼，我们只想简简单单的相爱相守，未来的日子就让它自然而然的来吧。好孩子，只要你们幸福就好。王太太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张雨霏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和释然。她很高兴婆家人最终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想法。她相信，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就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。张雨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自信和决心。她温柔地看了看身边的丈夫李明，两人十指相扣，亲密无间。这对年轻夫妻似乎已经下定决心，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。秋高气爽的10月，金秋的阳光洒落在小县城的一隅，照耀着张雨霏和李明的小窝。他们用积蓄在城里买了一套小公寓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五脏俱全，布置得别有一番情调。亲爱的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惊喜。李明笑着从身后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张雨霏惊喜地睁大了眼睛。哇，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李明神秘地一笑。张雨霏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对精致的耳环。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，扑进丈夫的怀里，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1年后，一个小生命来到了这个温馨的小家。他们给女儿取名叫晴晴，希望她能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。虽然经济拮据，但这对年轻父母对生活充满了期待。晴晴乖，不哭不哭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李明抱起啼哭的女儿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什么故事啊？张雨霏探头探脑地问。就讲讲咱们当年是怎么相遇相爱的。李明撅嘴逗弄着女儿，很快就把她逗乐了。随着女儿的渐渐长大，张雨霏和李明开始教导她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他们告诉晴晴，金钱固然重要，但远远比不上爱和自由。一个人最宝贵的是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。晴晴，你看这朵花，它虽然普通，但它拥有自由生长的权利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。张雨霏蹲下身，对女儿说，是啊，她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只要阳光和雨露就可以活下去了。李明接着说，那我们人呢？爸爸妈妈好奇的晴晴问。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张雨霏微笑着说，我们不应被金钱和利益所束缚，而要追求内心的自由。只要彼此相爱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渐渐的，
张雨霏和李明的婚姻观和人生观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去。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秉承着这种观念，坚持用爱和自由的方式对待婚姻和生活。这种观念的传承，也折射出了社会的进步。现代人越来越追求精神自由和个人价值，不再被旧习所束缚。爱与自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。这对夫妻所坚持的价值观，代表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想法和追求。他们渴望获得精神自由，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，而不被旧习和物质所局限。爱与自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追求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